姐夫，不管我姐之前做了什么，她现在真的是想跟你好好过。你说句话呀！你想让我说什么呀？是我不想好好过吗？我们要孩子，不也是想让家庭更幸福、更美满吗？可他呢？我觉得以前我还挺了解他，可现在我都不知道他脑子在想什么。那不管怎么样，你先回家看看爸妈。哎呀，行了，别说了，我现在脑子真的很乱。喂，好，我这就过来。老师，什么情况？思贤啊，宫口开了，脐带绕颈2圈，马上要手术。没问题，我来。这台手术我来操作，不用紧张，很快就会结束的，好吗？放松点。开始。怎么回事？怎么会这样？他没有电解室的呀！先摁住他，生命体征下降。先保胎儿。怎么回事？生命体征继续下降。摁住他，摁住！你有什么过往病史吗？你现在能说话吗？注射肾上腺素。不行，除颤仪。让开！出生婴儿7点29分，产妇死亡时间7点32。思贤啊，产妇怎么会突然发生痉挛呢？这个字我来写。老师，主刀的人是我。
死亡的原因会调查清楚的。走吧。钱医生，哎。小小，怎么那么巧？你好像不会从这儿经过吧？跟踪我啊？对，我在你的圆珠笔里装了一个跟踪器。哎呦，说什么你信什么？真信？我要是那么做的话，我会跟你说出来吗？小孩子游戏。哎，我就是想见你一面，一看到你吧，我那小心脏就像兔子一样，蹦蹦蹦蹦蹦，都快跳出来了。怪不得你跟左右是朋友，俩人都那么贫嘴。你别把我跟他相提并论，我跟他……说我什么坏话呢？当我空气啊？你干嘛要跟踪我们两个人啊？懒得理你。紧急会议，快走吧。那我先开会去了。哎。这么简单的一台手术，竟然会死人。院长，手术过程没有问题，目前还不能鉴定为医疗事故。原定的手术计划为什么突然改变？院长，这个问题会后我们私下里说吧。好，散会。在事情没有查清楚以前，任何人不许妄下结论。另外，以后没有特殊情况，谁也不许更改手术计划。好了，散会。这是刘娟的家属。你们还在这儿开会呢？我老婆都没了，你们还在这儿开会啊？你们是不是人啊？有资格当医生吗？你冷静一点好不好？院里会有专门部门跟你沟通的。有什么好沟通的？一个简单的剖宫产，人就没了。我老婆呢？院长，我来解释吧。对不起，当时我只能保住婴儿，请你原谅。你就是董思贤？签字手术的医生就是你！放手！你不是说你是名医吗？冷静！在电视上你不是名医吗？啊！你给我老婆偿命！我非常理解你的心情，可是突发情况是我们谁都没有考虑到的。你可以看监控录像，可以看我们的视频流程，我们的手术没有问题。这我不管！你给我偿命！你给我老婆偿命！你给我老婆偿命！先回避一下。谁别走！谁别走！谁别走！你们谁敢走，我就死你们这儿！你看这样好不好？我是院里的院长，我向你保证，我们会尽快妥善处理这件事情的，查清事故的原因，给你一个答复。院里现在已经决定让董思贤医生停职，这样你满意了吧？我不满意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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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这样闹下去的话，没有任何意义。你把我们都关在这儿，谁来解决你老婆的死因问题？几天能查清楚？争取3天。院长，院长，你怎么能挺我职呢？这件事情我要参与调查。
院里会有专人调查的，我们会按流程办。你放心，医院不会冤枉任何一名认真负责的医生。我会做到还有事儿。你姐夫这下麻烦了。你是不是早盼着这一天？小人之心，你以为我像你似的喜欢落井下石看别人热闹？我觉得这事儿太蹊跷了，一定得化被动为主动。不是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要参与调查？我告诉你啊，你是当事人的亲属，要上也得我上。你有什么建议？你求我呀。别说那么多了，痛快点儿。帮师兄，我义不容辞。先生。3天之内必须查清楚刘娟的死亡原因，手术过程的录像、录音全都调出来，死者的病历也要仔细检查，必要的时候通知家属验尸。对，按流程办。明星医生也得服从管理，这是规矩。还有，提前做好赔偿的准备。如果是医疗事故，尽可能让家属满意。好了，你现在说说吧，为什么临时让他来替你做这个手术？左老，你的手……上次和你谈提前退休，就是因为这个。腱鞘炎，再不能拿手术刀了。您怎么不早说呀？不想让你知道，拿了一辈子的手术刀，因为这双手而不能再做手术了。再说，让贤总比不得不退好一些。您真是糊涂！如果不是董思贤替你做这台手术，是你自己做的，万一出现什么事故，你说你这一辈子的名声不都全毁了？现在说这些已经没有用了，事情已经发生了。我想这次医疗事故，我来承担责任。谁主刀谁负责。那我先走了。小耀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的手检查过了吗？你都听见了？腱鞘炎引发的病症，不是帕金森，放心吧。您之前不还是一直能正常做手术的吗？开始的时候呢，过度疲劳才偶尔发作，最近是越来越频繁了。哎呀，您不早跟我说呢？跟你说有用吗？那至少我可以替您做手术啊。不是没有找你啊，这次就找了你，你不在，思贤就顶上来了。你的意思是他替我说的过？你还知道唐丽的 TTTS 的案例吗？为什么让思贤主刀不让你啊？就是因为怕出事。什么意思？你是我儿子，他是我学生，风险太大，藏有私心。好在这次他成功了。是啊，他是成功了，事情也大不一样了，你也算是扶他上马的人。可是这次这么小的手术，
的。现在这么说还为时尚早，死亡原因尚不明确，我怀疑是死者脑部的问题。天龙验尸，过了这么久了，能查出什么问题来？再说家属能不能同意还不知道呢。对呀，如果事情不受控制的话，我希望你答应我。什么呀？你先答应我，处理这个事情，要站在我的立场上。好。如果按照医疗事故赔偿，我准备承担全部责任。你一辈子的名声不能毁在这件事上，绝对不行！你刚才就答应了，你怎么？爸，你要不要这么伟大？扶别人上马，替别人顶包，你要干什么呀？我们欠丝线的气啊！这次不是他就是你。我要是知道这件事是这样的，我宁可我自己上。好了，既然答应了，就不要再反悔了。爸。姐夫现在停职了，他现在是最脆弱的时候，要不然你去劝劝他，顺便聊聊你们两个人的事情。我怎么跟他说啊？他能听我解释吗？你也不能告诉他现在吃药是因为之前流产的事。实在不行，实话实说吧。你疯了！如果那样的话，我们俩就彻底完了。你好好劝劝他，男人这个时候最需要女人理解了。如果你理解他的话，说不定他就尽释前嫌了呢。那会不会越描越黑啊？不会的，只是时间差问题而已。正好你去告诉他，查这次医疗事故的部门已经定下来了。如果家属同意尸检的话，他应该是不用负责任的。他住在哪儿？我现在就去找他。真难得晚上接到你电话，什么事儿？事情调查的怎么样了？没有进展，最后只能开颅了。但是这一项呢，也得等人的家属确认同意才行。你那边怎么样？你姐夫情况如何？别提了，他和我姐的事儿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本来就有问题，又出了这个事儿，希望是塞翁失马吧。你关心他们，我关心的是我爸。他每天回到家里闷闷不乐的，一句话也不说。看到他这样，我真不知道我姥以后会什么样。家属那边有什么反应啊？我怎么知道啊？现在已经找专业的协调人去谈了，可是一直没有结果。希望一切能顺利度过吧。都这么想。
别那么看着我行吗？我知道这件事情是我不好，可是你总得给我个机会解释一下呀。别解释，没必要。那个是以前的避孕药，早就没有吃过了。是吗？那干嘛和其他的常用药一起放在梳妆台，而不是在药箱子里呢？算了，你非要坚持你自己的想法，我也没有办法。先吃点东西吧。没胃口。我知道医院里面的事情让你很烦，可是你这样子对你解决问题一点帮助都没有啊。医院的事情再烦，我有办法解决；家里的事情，我现在一点办法都没有。我不是来跟你吵架的。算了，不说了，让我一个人静一静。董思贤，你究竟要怎么样才肯原谅我？我是你老婆。你知道是我的老婆，你还那么做？有些不安，也忽然不知所以。原来爱却无法言语。听过春天最美的故事，也想象过爱的风景，最后都怕太美模糊了眼睛。我们离婚吧。不会再靠近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爱是一种悸动，若能留下永世有种，不奢求什么，爱情让我们勇敢面对所有。爱若是一种冲动，愿用一生去完成的梦。最好的幸福是真心拥有你陪我，一起笑，一起哭。回来啦，姐夫呢？你别问了，他不想回来。你哭过了？你跟他说了？我们俩的事儿，你以后就别问了。他要是问你什么，你也别跟他解释了。他愿意回来，日子就继续过下去。他要是不愿意回来，也总有办法的。还有什么事不能跟我说呀？这个日子我实在是过得太累了。你早点休息吧。请进。院长，哎，不是让你在家休息吗？你怎么又来了？院长，您让我怎么休息啊？啊，我等着别人宣判我的命运，我在家能休息好吗？你心无旁骛，泰然自得，又没有什么失误，有什么休息不好的？可是你也知道，这样会影响到我的职业生涯。
是医疗事故，谁也帮不了你。可如果不是，谁又能强加于你莫须有的责任？院长，有一件事情我不明白，你说，究竟为什么主任会突然决定让我来代替他做这台手术呢？我只能这么跟你说，没有人对你有恶意。这样吧，你还是回去自己问你的老师。好。进来。哦，思贤。老师，有一件事情我不太明白。坐下，慢慢说。我刚才去找院长了，但是院长让我自己来问您。你是想问我为什么临时让你来做手术？思贤啊。你是我的学生，又是未来主任的接班人。本来呢是找左右的，可是他不在，也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情。从现在的结果来看，不管是我还是左右，谁完成手术都是这样的结果。您能告诉我为什么要由别人来完成这台手术吗？思贤，你还记得唐丽那台 TTTS 的手术吗？记得。您不会是因为我抢了左右的功劳而对我？不可能，您不会害我的。老是对不住你，那次老是对不住你，这次又给你惹来了麻烦，对不起。老师，你可别说这样的话。唐丽的手术是成功的，我都一直没有机会向您表达我的感谢。每个人都有私心啊。那次，算了，不说也罢，不说了。我知道，您是怕左右失败，才让我上阵的。你失败了，我也会承担全部责任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您愿承担全部的责任，但是却不愿意自己上手术台完成手术呢？您告诉我，究竟是为什么呀？你还是别问了。
你还在想什么呢？不去森区调查吗？想清楚了再出手，效率更高。按病理推断的话，刘娟突然间痉挛，一定会存在着什么没有检查到的隐性疾病。我觉着，应该先从脑外科入手。这个我也知道。可是事情查清楚之前，我姐夫被停职，这对他的打击太大了。谁的责任谁负责，天经地义，没有别的办法。这不能全是他责任呐。那也不能让别人替他背黑锅呀。你知道我的意思。行了，我不想跟你吵。现在最重要的是把事情查清楚了。刘娟究竟患了什么隐性疾病，才能解决问题？怎么查明原因呢？他是急诊送来的，我们没有病历。再说全市有那么多医院，我们难道要逐一排查吗？而且刚才脏器已经检查过了，没有一个可以引发手术中痉挛的疾病。万一家属不让验尸，那就麻烦了，打官司索赔那都是医院的事情。可是姐夫，他纠缠在这个事情里面，以后怎么行医啊？业界怎么看呢？孩子刚出生，连口奶都没喝上，你们就要开颅验尸？是啊，我们这里是医院，你们要再这么闹下去的话，警方肯定会介入的，对你们没有好处啊。可是我女儿身体一向很好啊，你们说是突发的什么痉挛？痉挛？对。可不可以冷静一点？冷静一下，我们再说好吗？不可能冷静。看来协调员把事情谈崩了，他们已经闹起来了。你给拦住了，厉害呀！别说风凉话了，现在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才是关键。不开颅检查，并不代表没有医院的检查记录。找一名朋友多，让他调动全市所有的脑外科医生一起帮忙调查，就不信检查不出来。院长，那现在刘娟的家属有什么要求吗？第一，家属不同意开颅验尸；第二，立刻确定赔偿金额；第三，相关责任人赔礼道歉，书面签字。看来是有医闹在背后给他们出谋划策，才突发今天的状况。那这样的话，那事情的真相没有办法查了呀。家属阻挠医学鉴定，不鉴定责任就不能按流程办。看来我们又要打官司了。那一旦媒体介入，我该怎么办？公了，只能这条路。我们必须拿出足够的证据证明死者的死亡原因，否则就只有私了了。私了？我与他们协商，然后去承担赔偿责任。院长，这台手术我没有任何失误，我不认为因为手术导致产妇直接死亡的原因呢。我当然不同意私了，但是，在我们没有足够证据之前，千万不能再去刺激患者家属。我辞职！不批准。从明天开始，我不来工作。站住！左右，你敢这么做，你就永远不要走进医院大门。在没有散会之前，你敢走出这个门，我就永远不认你这个儿子。
这个字我来写。老师，主刀的人是我。我知道，您是怕左右失败，才让我上阵的。你失败了，我也会承担全部责任。为什么您愿意承担全部的责任，但是却不愿意自己上手术台完成手术啊？您告诉我，究竟是为什么呀？你们提出的要求不符合流程，医院怎么能接受呢？那我们不管，主治医生是明星，我就不信没有人能给我们一个公道。我们已经够倒霉的了，孩子一出生就没了亲娘。院长，不能再拖下去了。那你说怎么办？公了没有错，但是一直拖着时间久了，思贤会受影响。但是私了不是我们医院该做的，思贤必须挺过这一关。要是签字道歉，同样思贤会受到影响的。是啊，我们怎么做都会有损失。这样吧，思贤替我主刀，出了事情我责无旁贷。家属那边我去解释。再说我是主任，下属出了事情，我有连带责任。不行，这样做会损失你的荣誉。院长，思贤是我的学生，他还年轻，他还有几十年的时间奉献在妇产科，我与他比微不足道。再说，将来他能不带包袱的投入于医学，会做出很多的贡献。可是你想过没有，我们这么做会助长不正之风。人心都是肉长的，医闹的人呢，无非想多要点钱。我们花了钱保护了思贤，对谁都没有害处啊。可对您的声望呢？院长，你的心情我理解，啊，这件事情你不需要支持，也不需要出面，是我个人行为，与医院无关。什么意思？我只有一个小小的要求。你说。这件事情呢，对外不要声张，不要告诉思贤，更不能告诉左右。为什么？为了我们医院的声誉。我说你们不要在这坐着了，我们进屋里谈一谈吧。别哄我，不进。那你们提出的3个要求，就没法落实了。什么意思？任何事情都有解决的方法。这个事情如果不私了，医院不可能跟你们妥协。